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下一个视频会做车库门的润滑，所以我就先做一个视频来讲解不同种类的润滑剂。因为各个品牌的种类都有些许不同，而且各种润滑剂在不同的讲解时也有可能出现不同的认知，所以会有一些复杂，里面还会有一些我做的假设，我会尽量说清楚讲明白。如果有错误或遗漏，或是没有讲清楚的地方，请留言指正或询问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最知名的润滑剂是 WD-40， 而大家也通常只知道 WD-40 的 Multi-Purpose 喷管，我们这里就只叫它 WD-40。如果我说的是其他种类的 WD-40， 我会说明清楚。网上有个说法说修理只需要2样东西， WD-40 跟强力胶带，能动的就用 WD-40， 不能动的就用强力胶带，这很明显是错误的。如果有用，我就不需要做这些视频了。WD-40 网络上有非常两极的说法，有的人认为 WD-40 可以做任何事，除锈、润滑金属、擦皮鞋、去油，各种东西都样样来。有的人认为 WD-40 并没有润滑作用，因为 WD-40 是在设计火箭防锈剂时的第40号产品，而这除锈的方法是 WD， 也就是 Water Displacement 的简称，也就是去除水分。而且这是矿物油成分，也会吸引灰尘，然后也会腐蚀塑料或是橡胶，再加上它的涂层很薄，所以并不会很持久，所以并不建议使用。我们就来说说我的第一个假设，我假设他们说的都是正确的。在我使用的经验上， WD-40 的确是润滑剂，其实只要是油应该都能说是润滑剂，像是蔬菜油其实也可以用。不过你拿去跟真的润滑剂比较的话，可能就真的不算润滑剂了。WD-40 上也的确说它可以用在链条上，不过它的确也会吸引灰尘，而且也会腐蚀塑料或橡胶。你搜寻 WD-40 的话，你会发现非常多种的润滑剂，有些的卖点就是它不吸灰尘，或是不腐蚀塑料或橡胶，所以我基本上也假设，如果卖点里没有，这代表应该也是没有这个功能的，不然它也没有必要卖其他种类的产品。皮鞋的话，你想想 WD-40 主要是去水，失去水分的皮感觉就不太好，应该只是因为刚涂完油，所以看起来亮晶晶的。说保养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不太行，损坏的概率可能高一些。至少我喷了 WD-40 的车库门弹簧在第8年还是断了，不知道是寿命到了，还是 WD-40 导致它寿命缩短。虽然我邻居的弹簧也都比我早断，不过我观察了断的弹簧，我觉得吸引灰尘可能的确影响了弹簧的寿命，所以我才做了这次的研究。我接下来将会讲解各种不同种类的润滑剂，资料大部分是从网上用卖点和物品资料细节整理出来的。网上的资料不一定完全正确，像是 Silicone Lubricant 我在其他地方查是细油，但是简介中却说是矿物油。不过这个表可以给出一个大概的方向，供大家参考。最后我也会做一个简易的流程图，供大家方便使用。最常见的润滑剂分为4种：普通的 WD-40 Multi-Purpose、White Lithium Grease、Silicone Lubricant、Dry Lubricant。最常见的品牌是 WD-40 跟 Blaster。除了这4个种类，我将会附加车库门专用的润滑剂，因为我这视频本来就是我润滑车库门的前导视频。左边我放了它的主要成分、使用温度范围，然后我将吸灰还有可以使用在塑料或橡胶独立列出来，因为比较重要。然后是防水，最后是建议使用的种类，然后最后一列我总结了一下我的想法。再次声明，这包含了一些假设，还有这些网上的资料也不一定完全正确。我们先看看 WD-40 Multi-Purpose。就我之前的假设，它应该不防灰尘，也不能用在塑料上，效果应该不能维持很久。它的可用温度范围还蛮大的，我看过有人用它去喷火，其实并不会助燃，它不会弄得很脏，不过可能会滴油。当润滑剂的话，效果应该相当有限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们又发明了 White Lithium Grease。这个我原本打算买 WD-40 版本的，不过没有货。光看名称就知道，它的润滑效果更好、更持久。Grease 是油脂 ，White Lithium Grease 可以被金属吸收，而且它可以承受高温高压的情况。不过油脂会弄得比较脏，而且它干了之后是会残留颜色的。它也富含矿物油，应该也会吸灰尘，而且不能使用在塑料或橡胶上。我没有买到 WD-40 的 White Lithium Grease， 我就买了更粘稠的版本叫 Gel Grease， 这个可以残留更久，而且温度范围更广。接下来是 Silicone Lubricant， 这种的卖点就是它不但可以用在金属上，也可以用在塑料或橡胶，而且不沾灰尘，干了之后也不会残留颜色。这里的资料有点奇怪， WD-40 版的 Silicone Lubricant 温度范围很大，但是在 Blaster 品牌上温度却很一般，
这种润滑剂的缺点是它可能会被洗掉，所以比较不持久，而且不适合在高压的情况使用，通常用在滑门和窗户之类的，因为它相对于 White Lithium Grease 味道小不少，室内用的话比较不会有味道。再来是车库门专用的润滑剂，你会发现我放了 3-in-1 而非 WD-40， 因为 WD-40 是建议用 White Lithium Grease 做车库门的润滑。不过如果你仔细看这里， 3-in-1 跟 Blaster 的车库门专用润滑剂，它们是 Silicone Lubricant 而不是 White Lithium Grease， 不过上面说是 Premium Silicone， 所以应该还是跟普通的版本不一样，一样是不沾灰尘，干了之后不会残留颜色，但是并没有明说可以用在塑料，大概是因为已经说了车库门，所以已经确定是金属了。不过理论上 Silicone Lubricant 应该是可以用在塑料或橡胶上。我看至少 Blaster 的车库门专用润滑剂里面含的铁氟龙，也就是我们下一个要说的 Dry Lubricant 使用的添加物，所以这应该是一种 Silicone Lubricant 跟 Dry Lubricant 的混合版。最后是 Dry Lubricant， 这种是干的最快的，不过我觉得润滑效果应该相对会差一些。它的材质是不含矿物油的，高温的用是粉状的石墨，而普通的就是用 PTFE， 也就是铁氟龙。其实感觉应该比较像清漆镀了一层有润滑的塑料，你可以看到很多上面写了 coating， 它一样不会吸灰，不会残留颜色，也可以使用在塑料和橡胶。这类型是我查最久的，因为它所需要使用的情况基本上跟 Silicone Lubricant 差不多，除了它是 PTFE 材质，还有它干的比较快以外。Silicone Lubricant 虽然可以用在塑料，但是它应该是有除水效果的，但是 Dry Lubricant 应该是没有除水效果的，所以如果金属已经生锈了，我不建议用这个。比较好的例子就是自行车的链条，也有自行车专用的润滑剂，不过我们的内容再加上这个的话就太混乱了，我这边就分开说。我看了一下自行车链条润滑剂，它们分了干湿两种，湿的类似 Silicone Lubricant， 干的类似 Dry Lubricant， 两种都是可以防止灰尘的，所以我觉得防止灰尘对于链条来说可能是比较重要的。他们这里的干跟湿其实是在说自行车使用的环境，并不是在说喷出来的干的快不快。不过结论其实是一样的，在湿的环境用就需要除水防锈，使用了油，然后可以比较持久；在干的环境使用就使用了铁氟龙，然后也比较需要经常润滑。然后我们来看看我总结的这个流程图，我将润滑剂分为金属以及塑料或橡胶。金属然后不需要保持干净的话，可以使用 White Lithium Grease， 如果需要干净的话，可以用 WD-40 Multi-Purpose， 但是效果可能会较差，而这两种可能都会吸引灰尘，所以如果需要防锈润滑又不吸灰尘，或是需要用在塑料或橡胶，就要使用 Silicone Lubricant， 差不多的效果。然后如果不想要油油的，然后想要更干一点，也不需要防锈，那就可以使用 Dry Lubricant。 基本上选择时先决定好要不要用在塑料或橡胶上，然后再决定怕不怕积灰跟脏，然后最后决定油脂的程度。 White Lithium Grease 是最油脂的，然后是 Silicone Lubricant， 你有时候也会看到他说是 Silicone Grease，然后是 WD-40 Multi-Purpose， 最后是 Dry Lubricant。 我没有买到 Dry Lubricant， 所以我这里示范的是车库门专用的润滑剂，它们还算比较类似。记得这个 Dry 并不是代表它喷出来是干的， Dry 代表它的使用环境。你可以看到车库门专用的润滑剂其实很湿，甚至在刚喷出来时可能比其他种类的润滑剂更湿。 Dry Lubricant 只是干的比较快，就基本上只是镀了一层膜，完全不是油。如果你要完全干的 Dry Lubricant， 那就需要买成分是蜡或石墨的版本。还有一些专用的润滑剂，像普通的 Silicone Lubricant 可能会对电子接口造成接触不良，所以对电子产品就有专用的润滑剂，我就不说明了。基本上你能找到专用的就用专用的，不然的话就可以参考一下我简化的流程图。这样我们就介绍完了。我们将会依这次视频总结的内容，在下次的视频给我的车库门润滑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